火箭兴奋的正在舞枪弄棒，因为眼前这个乱局已经成功激活了他的征服欲。面对全部集中在右侧的红球，强如火箭也必须全力以赴。远台就没有不进的可能。希金斯在台下搓着鼻头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一旦烂高还有43，只要再打进一套红台，火箭就能顺利完成超分。运气追着跑，母球要不是吃了一下带脚，这颗红球的难度一定会更大。这是亨德利退役前最后的经典，无论角度还是力度都已经控到了极致。这杆神奇的带脚斯诺克，加上前几天轰出的147满分段，排球皇帝的退役之久，进攻和防守都依然堪称传奇。这是2012年世锦赛一向贯彻将进攻进行到底的皇帝，准备强拼贴库的红球。这就太要命了，不仅红球没能打进，而且还留在袋口。这局面留给巅峰期的希金斯，亨德利危险了。这你敢信？希金斯亲手浪费了大好机会。看来大比分3-7落后是有原因的。不过现在比赛还有悬念，落后10分的皇帝需要打进篮球才能超分，那贴库的蓝粉就是必须要处理的难题。欣赏一下亨德利教科书般的站姿，他是整个90年代的王，也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才把80年代以防守为主的沉闷风格彻底引向了注重进攻。黑球角度太小，没有选择直接 K 球，那剩下的3个低分值彩球只能用咖啡球来 K， 这对母球的控制也是不小的考验。Absolutely. That looks a bit straight though, doesn't it? On the ground, you can play a straight screw back to try and kill on the blue. 好球，小迪杆轻点一下，咖啡球直接流成直线。那这一杆 K 球的关键就是对力度的毫米级控制。He's close. 掌声有多热烈，亨德利就有多尴尬。虽然成功带出了篮球，但 K 球角度太薄，导致现在过了中线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进攻。老张头悠哉地看着天花板，只剩下亨德利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He doesn't believe that he can cut it in. I'm sure it's past the pocket. 往往绝境才能造就经典，这杆带脚斯诺克真是绝，但凡力度和角度有任何偏差，这一杆都要沦为笑柄。克鲁斯堡现场再一次被皇帝点燃。虽然这种程度的斯诺克肯定难不倒希金斯，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法确实让观众非常享受。好球，无可挑剔的母球控制，老张头巫师的称号也不是浪得虚名，领先15，台面还有18。亨德利3颗彩球随便打进1颗就行，而希金斯则需要全清台才能完成逆转。Well, that was a risk. I wonder if there's any way to hit the shot for a second. It just looked like it was going to just lurch back into the pocket. This one. It's about there. But I think it was worth the risk. 这就太尴尬了，不仅没能用黑球藏住白球，而且黑球还直接贴库。这个局面想要一杆清台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现在球形对亨德利更加有利。Stephen wouldn't want to get the left back into play though, so they had double kiss. 篮球直接漏了，但是看老张头的表情，应该是不会选择进攻了。这就是丰富的比赛经验，利用防守的机会配合黑球，只要再找个机会带活反击，那这一局最后的胜负还真的不好说了。完蛋了，篮球反弹起来太多，关键时刻这样的一个大漏，希金斯完全没有失误的理由。不过现在粉球仍然贴库，看看老张头是否还有奇招。好球，选择稳稳推进，那这就意味着粉球只能翻带。看希金斯这专注的眼神，翻带王这是要强拼到底吗？太霸道了，粉球空心入袋，而且黑球还是一个手摆。座位上的亨德利非常无奈，老张头这杆神级翻带确实让人措手不及。
希金斯差点气到吐血，因为这杆毫无进球可能的翻带是他亲手让出的战术陷阱。现场球迷彻底疯了，丁俊晖赶紧摆手示意运气，但是老张头牙齿都快咬碎了，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还不如自己强拼一杆。好球！这是2015年中国公开赛两人最后的决胜局，而接下来这杆 K 球就是本场胜负的关键所在。很可惜，这杆没能完全 K 正，导致母球多走了一点。老张头只能对着台面苦笑。如此大角度的反底带，强拼的话不仅要考验准度，而且还要兼顾母球的较位。如果考虑防守，这近在咫尺的胜利，谁能挡得住这样的百爪挠心？还真是怕啥来啥，红球在袋口晃悠就是不进。老张头苦笑的送出大礼，这一次的中国之行恐怕就要到此为止。现在青台还有2个难点：贴库的红球，还有右侧的绿球。看一下丁俊晖会怎么处理。这就太尴尬了，母球同样也没有到位。这颗反脚中带不仅要拼进，而且还要纠错调整，不然下一颗红球就没有进攻的机会。好球，直接选择连打带 K， 但是球运实在太差，不仅红球没能完全带回，黑球又是一个超级大反转，这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强行绕台才能来叫红球。这运气真是没水了，2球同下的概率，辉哥可以考虑去买个彩票。此时红球半贴库，而且接近一个全台的距离，这完全没有下球可能的意感。希金斯老谋深算的选择让杆，这样的烂摊子还是交给丁俊晖来处理。这可能就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丁俊晖自己也没想到，居然在翻带王面前秀了一杆翻带。此时老张头的内心想法已经完全刻在了他的脸上。台面还有最后一个难点，现在已经没有 K 球的可能，选择单叫的话，对于母球的落点要精确到厘米级别。当年丁俊晖对自己的准度相当自信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就要了一个大角度中带。但这颗绿球难度真的太大，他能顺利拿下吗？打点已经很精准了，如果不是发力强行让母球叫位咖啡球，这颗绿球就肯定进了。不过比这更要命的是，绿球直接大漏，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变成了希金斯的嫁衣。这你敢信？送到嘴边的大饼都能吐了出来。如果说刚刚的翻带是丁俊晖的天降大遇，那这个机会没能把握，只能怪自己太过大意。现在的球形已经没有失误的可能，老张头只能独自生着胖气，